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近期凌晨打开 Spirit Airlines 的手机应用，上面就有一句话：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，所有 Spirit 的航班已取消，立即生效。没有预告，没有过渡期，黄色的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一动不动，上千名旅客被困在机场。170万月旅客量的美国超低价航空一夜之间停飞了。Fort Lauderdale 机场的工作人员哭着关掉了值机柜台。乘客们拖着行李箱在候机大厅里找不到任何 Spirit 的工作人员，社交媒体上到处是被困旅客发的视频。有人订了 Spirit 的机票，准备去参加女儿的婚礼，现在飞不了了。这不只是一家航空公司的倒闭， MIT 的研究显示，像 Spirit 这样的超低价航空进入一条航线会把票价拉低21%，它消失了，意味着你以后坐飞机要多掏钱了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Spirit 的死因不是一个，而是至少5个。第一个，合并被否。2022年 JetBlue 出价38亿美元要收购 Spirit， 如果合并成功，新公司会成为美国第5大航空公司，有能力跟4大巨头正面竞争。但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在2023年起诉阻止了这笔交易，联邦法官在2024年1月裁定合并违反反垄断法，理由是合并会减少价格竞争，对消费者不利。讽刺的是 Spirit 倒闭后价格竞争更少了。更讽刺的是 Spirit 在追求 JetBlue 之前，其实先跟 Frontier Airlines 达成了合并协议。Frontier 是另一家超低价航空。这笔交易如果成功，两家超低价航空合并在一起，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可能不会阻止。但 Spirit 的董事会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出价更高的 JetBlue， 放弃了 Frontier。事后来看，这个决定可能是 Spirit 走向死亡的起点。第二个，发动机危机。Spirit 的机队主要用普惠 GTF 发动机，这批发动机出了大规模的质量问题，需要召回检修。Spirit 被迫停飞了大量飞机，运力骤降，收入锐减。虽然跟普惠达成了赔偿协议，但损失已经造成了。第三个，2次破产。2024年11月 ，Spirit 第一次申请破产保护，87天后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重组，7亿9500万美元的债务被转成了股权，老股东被清零，3亿5000万美元的新资金注入。所有人都以为 Spirit 活过来了，结果5个月后，2025年8月 ，Spirit 第2次申请破产，业内管这种叫第22章，因为一家公司1年内2次进入第11章破产保护。法律学者直接质疑，法院第一次批准重组方案的时候，是不是审查得太松了？迈阿密大学法学院的分析指出，破产法要求法院确认重组方案不太可能被清算，或需要进一步的财务重组。Spirit 5个月后再次破产，说明这个标准没有被严格执行。第一次重组出来的 CEO Ted Christie 在1个月后就辞职了。第四个也是致命一击，油价。Spirit 的重组方案假设2026年的航空燃油成本是每加仑2.24美元，但伊朗冲突爆发后，油价飙升，到4月底，航空燃油涨到了4.5亿美元，翻了1倍。Spirit 根本没有做足够的燃油对冲，一家已经在生死线上的航空公司被油价直接推下了悬崖。Spirit 的掌门人 Dave Davis 在停飞声明里直接说，近期燃油价格的突然持续上涨是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里有一个行业背景，大型航空公司通常会做12到18个月的燃油对冲，锁定一部分未来的油价。西南航空的燃油对冲策略在业内出了名的激进，但 Spirit 在破产重组过程中几乎没有余力做对冲。当油价从2美元涨到4美元的时候，它完全暴露在了风险之下。第5个，商业模式被侵蚀。Spirit 的超低价策略是把票价压到最低，然后对所有额外服务收费，选座加钱，带行李加钱，打印登机牌都加钱。但过去几年，4大巨头全都推出了自己的基础经济舱产品，
票价跟 Spirit 差不多，但品牌信任度和航线网络远超 Spirit。Spirit 的价格优势被蚕食了。联合航空的掌门人科比从2024年就开始公开宣称，超低价航空的商业模式已经失败了。交通部长 Duffy 在停飞当天也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措辞，说 Spirit 的商业模式没有用。而这恰恰是他的竞争对手一直在说的话。当政府官员和竞争对手用同一套话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行业的权力结构在往哪个方向倾斜。然后就是那场失败的救助。CNN 报道， Spirit 停飞前几周，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跟 Spirit 谈一笔5亿美元的救助方案。方案的核心是政府注资换取 Spirit 绝大部分的股权，相当于国有化。特朗普本人公开说过，如果价格合适，他愿意让人买下 Spirit， 但谈判破裂了。Bloomberg 报道说，债券持有人无法达成一致，有人考虑过动用国防生产法，但被否决了。交通部长 Duffy 说，他在停飞前几天多次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跟特朗普讨论，但最终没有方案能在最后期限前落地。特朗普后来公开说，他希望有人买下 Spirit， 但同时反对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的合并提议。他的立场有点矛盾，一边想救 Spirit， 一边又不想让大航空公司变得更大。停飞之后，政治指责立刻开始了。特朗普政府把责任推给了拜登。交通部长 Duffy 说， JetBlue 和 Spirit 的合并应该被批准，拜登和布蒂吉格阻止了他，结果就是今天这个局面。财政部长 Bessent 说， Spirit 的倒闭是我们继承的又一个烂摊子。民主党这边 Warren 参议员反驳说，油价暴涨才是压垮 Spirit 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而油价暴涨是因为伊朗战争。Axios 的分析可能最中肯，即使把两边的叙事合在一起， Spirit 自身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。他没有做够燃油对冲，他放弃了跟 Frontier 的合并，转而追求 JetBlue。他在第一次破产时的重组方案过于乐观，管理层的失误跟外部环境的恶化叠加在一起，共同杀死了这家公司。Spirit 倒闭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，答案很直接，机票要涨价了。Spirit 在停飞前的市场份额大约 4%， 它飞的很多航线，特别是佛罗里达、拉斯维加斯和加勒比海的度假航线，价格竞争会明显减弱。东北大学的航空专家 Sarathi 说，常识告诉我们，超低价竞争者减少了，票价就会涨。剩下的航空公司是否涨价，取决于他们愿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被看成趁火打劫。短期内，几家大航空公司做了一些姿态。联合航空给 Spirit 旅客封顶票价299美元，大部分航线199。西南航空按里程分档提供折扣票，美国航空和 Frontier 也提供了救助票价，但这些都是临时措施。等新闻热度过去之后，这些封顶价格大概率会取消。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 Spirit 的消失不只是减少了一个竞争者，它还消除了一种价格锚。只要 Spirit 在一条航线上飞，其他航空公司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基础票价压低来竞争。Spirit 不在了，这个向下的压力就消失了。用经济学的话说，这叫做竞争约束的移除。长期来看，美国航空业的竞争格局正在进一步集中，四大巨头控制了 80% 的市场。过去19年，只有2家新的航空公司进入市场。Spirit 的消失让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空公司总数降到了大约10家，是1个世纪以来最少的。一份行业研究报告显示，美国航空业已经分裂成了一个 K 型结构，四大巨头赚钱，其他所有人亏钱。Spirit 的故事不是个例，它是这个结构性问题的最新牺牲品。有一个数据让人震惊，1978年航空业放松管制之前，美国几乎没有航空公司破产，40年间只有13次合并。放松管制之后，发生了45次并购和215次破产。Spirit 只是这张长名单上最新的一个名字。Spirit 的黄色飞机曾经是美国平价出行的象征，它的口号是少花钱多出行。
在佛罗里达南部的拉美裔社区 ，Spirit 几乎是唯一负担得起的选择。很多家庭靠它飞回波多黎各、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看望家人。对数百万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 ，Spirit 是他们唯一坐得起飞机的选择。它的消失不只是一家公司的终结，而是一种旅行方式的终结。以后坐飞机，你会怀念那个对什么都收费、座位窄得让人怀疑人生，但价格便宜到让人没法拒绝的黄色航空公司。有位经济学教授说了一句话很到位 ：Spirit 的消失不是因为没有人想坐便宜飞机，而是因为卖便宜机票已经不是一门能活下去的生意了。当四大巨头控制了80%的市场，当油价无法预测，当每次破产重组都在给债权人而不是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时候，平价出行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难以维持的奢侈品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